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颗兰花呢，是一颗原生种，它也非常的有名。其实很多兰友应该多少都有听过这颗兰花，它的名字叫做 Marye 应该台湾是说玛丽安吧。这颗兰花是一个原生种，我从小苗一直种到现在，然后呢，这一次的开花是它的头一次开花。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它在去年2018年10月初的时候，它的一个生长状况。去年2018年的10月呢，还是在长叶子，继续长根系。那当时你看到这个杯子上内杯啊，其实有破掉，你有看到一些破掉的一些就是裂痕那是因为它的根系啊很多长到戒指里面去，然后把里面的内杯撑破了，所以我又再加了一个杯子，然后才放到蓝色的最外杯。所以它其实总共除了兰花容器本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透明的杯子，然后再来才是蓝色的外杯。那这边的影片片段呢，是来给你们看一下这颗兰花它因为是从小苗就种到戒指半水耕，买回来之后没多久我就把它放到这样种植方式，那它就一直长。然后呢，杯子里面有很好的根系之外呢，它外面也长了很多很多的气根。所以这颗兰花呢，是我大概这么多兰花里面的大概有5-6颗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它的气根长得相当的旺盛，但是呢，我也没有因为了节省空间而把它们的气根又想办法种到更大的容器里面，或是去折它们或怎么样，我就是让它顺其自然的长。因为这颗兰花呢，它是一颗原生种，那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稀少名贵的兰花，所以我就尽量不要对它做一些不必要的动作。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盆内的根系也长得相当的好。你看它这样一根粗粗的根系下来，又在两边分别又长了这5条根系往旁边长出去，所以它当时的那里面这个12盎司的杯子，这个杯子比较小，不是我一般用的16盎司，是12盎司而已。它的这个内杯就已经被撑破了，然后所以我才又赶快再加了一个另外一个同样尺寸的杯子把它罩住。因为既然是戒指半水耕它就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水分嘛，那如果杯子破掉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渗得出来。那我为了不要让它在我夹子上面会产生滴水现象，所以就是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杯子第二个杯子套住，然后为了避免青苔，所以我才再加了一个蓝色的杯子当做最外杯把它罩住。那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太多的阳光照到，所以它根系在戒指里面的根系尾端都呈现比较是淡黄色就是淡绿色，颜色比较浅。好，2019年的2月初，那个时候呢，它就在长它的这个花梗那当时我也是相当的开心。不过呢，其实这种也发生过，就是它这颗其实在上一次去年的同样时间呢，也是有长花梗，不过呢，它没有完全的长完所以没有开花。那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新的花梗反而长的速度相当的快那可能跟这颗兰花它的这个年龄也有关系，所以呢长得很快，所以非常快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花苞也形成，然后呢在3月底2019年的3月底呢开出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朵花那这个也是我养兰的所有的这个记录里面呢有史以来的第一颗 Marye 第一颗这样的兰花，然后来做开花的动作。这个兰花呢，它的颜色上面多少还是经过时间的流逝，还是有一些变化。刚开始开你会发现它是红白色，那有一些黄色的部分。那黄色的部分呢，就是等到花开完平整之后呢，它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多。那它唇的部分也是非常漂亮，就是那个桃红色，然后它的唇的尾端也是有一些毛毛的东西，跟盾花蝴蝶兰很类似。
那这颗兰花呢，我记得当时也是有一些香味，可是没有像就是其他兰友种 Marriott 种很久的兰友说 Marriott 的香气那么浓郁，就据他们的描述，我觉得应该我的兰花也会有比较浓的香味，但不然这颗兰花它的香味没有很强，有一些香味。那这个跟这颗兰花第一次开花也许有关系因为它可能还算是就是刚成熟，或是刚开花那一直到了就是说要年纪可能比较成熟一点才会稳定下来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也有另外一颗兰花它是没有名字的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去年开花没有味道，今年开花有味道了所以这颗兰花呢，也许是还没有完全到达它的这个100%的潜力就是在香味上面，但是呢，还是非常具有就是令人期待的这个魔力这颗兰花因为它年纪还算是比较轻，因为毕竟第一次开花，那我又是从小苗养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颗兰花它这次来了2朵花，其实完全是因为第一次开花。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过有一些人他们养 Mary 也是已经养了好几年很成熟的这种兰花的这个植株它通常都是多花梗，而且多花梗的情况还有续花性，所以呢有时候它光是一颗成熟一点的 Mary 都能够开到10朵、15朵、20朵花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颗来讲呢，这一次呢算是它的处女秀，虽然只有2朵花呢，但是呢它的这个可期待性是相当高的。那就如同刚刚大家在影片里面有看到的就是说它的根系之旺盛，除了在戒指里面之外呢，它外面的这个气根也是相当的茂盛。但是因为这一颗，因为它是原生种，我没有对它做特别的一些处理，所以就是让它的根系自由生长。那目前来说呢，这一颗它的表现还不错。那我对它的这个营养上的提供其实一般来说就是1/4浓度的肥料，不管是根叶肥还是开花肥都是1/4。那我开花肥一般呢都是在有发现花梗在成长的时候才换，否则都还是用根叶肥为主就是氮肥为主。那因为是芥子拌水根，那再加上它的杯子比较小，巧合的情况之下，就是每一次我只给它1/4杯水的时候呢，刚好就在那个排水孔的下半部分，所以差不多那个位置就是1/4杯水。那有时候呢，因为这样的经验嘛，所以有时候我是直接加水，就加到它的这个排水孔下面的边缘这样我就知道它是1/4杯。那它的干湿循环呢，也刚好就差不多落在就是7天所以呢每7天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次供水，那也能够确保它的干湿循环有完整因为我不喜欢芥子拌水根的兰花呢，在还没有干掉的时候你又重新给水，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干的这个时间对兰花根系的健康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比如说它有出现一些问题，你提供一点干掉的时间呢，能够帮助可能有溃烂的兰花稍微根系稍微结痂所以这个是我比较习惯操作的模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给你们提供一点参考。那气根说到气根，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气根，但是有时候比较便宜的兰花它气根长太多呢，我的确是会把它们想办法再倒回盆内，或者是透过内外杯的空隙呢，把它们就是塞到那个空隙中那这一颗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颗兰花是原生种，对我来说稍微比较珍贵一点，那我就让它顺其自然的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喜好。不过呢，我觉得比较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因为它感觉杂乱，你就用剪刀把这些很健康的气根就修剪掉，因为气根呢它有它一定的作用。当长在野外的时候呢，气根它如果能够抓取到周围的一些石头或木条其实是有帮助兰花稳固抓取的动作，有这个抓取的动作。那如果它是像这样子就是长，但是它没有办法依附到什么东西的情况之下呢特别是养在我们居家环境，其实就是说它的这些气根，当你如果是空气中水分比较潮湿，比较有多水分的时候，湿气的时候呢，这些气根是能够帮助兰花吸收一些空气中的水汽的
所以它也是兰花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养兰，我很久以前就说过，养兰就是在养它的根系，所以呢，这些根系呢都有它一定的目的跟作用在，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不好看就用剪刀修剪掉。一般来说呢，我们修剪掉的部分不是烂掉的，就是死掉的或是干掉的这3种我们才需要修剪，否则的话呢，其实顺其自然其实才是最好的办法。那我最近呢，也在另外1个或2个影片有提到气根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折到气根或根系的话，怎么办其实不用太担心。比如说气根不小心你折到它的这个根杯有断裂那其实你就是不要管它，让它干，然后结痂之后呢，其实有被根被覆盖到的那个茎根的部分，其实只要它一旦吸到水，根被吸收到水分，都还是有办法能够把水分传送到兰花本身这个植株上面的。所以呢，不用太担心了。有时候拿来拿去，难免有时候会挤到根系。像或是有时候我的兰花是因为它根已经长到杯子，粘在杯子上面，那我不知道它粘住，对不对？我在浇水的时候，我把它往上拿起来，然后就被我扯断了。所以那个是难免的，也不用太担心。那这边呢有一个加码片段在我们影片结束之前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片段呢是当时 Mary 右边的这一颗在开花，那其实呢我的 Sweet Memory M 这个应该是2号吧，因为我有2颗，有一颗是1号，一颗是2号，我应该这颗是2号，然后中间的这一颗也都有在开花。当时我是刚好3颗都摆在一起，就摆在家里面我自己欣赏。那这个片段是我无意间拍摄下来，那我就把它加在这个影片后面让你们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另外2颗因为发布的时间不一定，所以呢我不确定你们会先看到哪一颗，所以呢这3颗基本上当时是同期开花的但是呢因为我的这个影片的制作，所以他们发布的时间不一定顺序会完全按照他们开花的顺序，但是呢在这边还是加了这个加码片段，让你们看一下这3颗当时的一个开花的盛况。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